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方伟时间。今天是美国总统川普执政的100天，而在这一天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其实很有典型性哈，就是他100天的风格带来的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邻国加拿大保守派的溃败，让本来可以笃定拿到权力的加拿大的保守党转胜为败。目前外界对川普可以说是误议纷纷哈。那么今天的分析呢，就从川普为什么要摧垮加拿大的保守派，川普自己不是保守派吗？我们可以看出哈，川普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独特的角度跟话题啊。另外说一下哈，上个星期的这个频道的订阅量明显下降很多，有些朋友建议我少提订阅哈。我理解这种期待啊，内容自带吸引力的想法，但是在油管平台的演算法的主导的环境之下呢，这个订阅和互动啊，其实是我们节目能否被更多人看到的关键，这是油管的标准，它的标准哈。所以呢，您如果认为说我们的节目有价值，能够带来不同这个角度的观察跟讨论，像今天的2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这么晚做节目？原因就是因为我的讨论，我觉得是非常独特哈，不仅是中文媒体，我觉得在西方媒体，我现在看来看去都没有看到从我这个角度去说的，所以呢，您如果觉得有价值的话哈，那就请按下订阅，特别是新的朋友哈，按个订阅就是按个键而已，并不要付费并且转发给您的朋友，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就是对，拜托大家哈，可以帮助这个方伟做这件事情。那么对您来说呢，和您的朋友都是有益的，我认为是这样哈，否则我不会劝您这么做。好，那么同时呢，也希望您告诉我，如果平时您关注哪些议题、哪些观点，你觉得很值得我们来谈还有说期待哪些个分析，也在这个频道的留言中去说哈，让我们一起来这个追踪事件、分析局势来寻找真相，好吗？我也不夸大、不跟风，因为我是记者出身，我确实不搞阴谋论哈，不夸大、不跟风，我就想把事情说明白。如果将来您会说，这个方伟说的话靠谱，那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怎么讲这个表扬了哈。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大事情哈，我把它叫做川普的叫做这个发功之下，加拿大保守派溃败。发生了什么呢？昨天是加拿大的这个叫做下议院的联邦选举哈。那下议院最后选出来哪个党大，他就会选出他的总理，就是决定加拿大新的总理是谁。这个自由党的候选人马克卡尼呢，率领自由党呢在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赢了168个席位，截止在现在为止哈。而保守党呢是赢得144个席位，虽然只是微弱这个领先大概20多个，但是原来是反过来的哈。因为保守党从民调领先25%到落后20%最后确认到现在，保守党确认输掉选举，让自由党可以第4届执政。而仅仅在2个月前，自由党因为那时候是这个土豆因为他执政政绩太差，导致自由党毫无希望，而土豆被迫辞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执政太差，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能够连任。当然了，这里头有一部分原因呢，可能只有10%的原因来自于这个首都渥太华选区的现任总理卡尼他有很强的这样一个金融跟这个经济的背景。那么反过来呢，就在他边边上，在加拿大首都，他边边上，他那个选区边边上有个郊区，这个地方叫卡尔顿。这个卡尔顿的这出来的保守派的总理候选人叫做波利耶夫勒皮埃尔·波利耶夫勒，他连自己已经执掌了21年的家都守不住，以46比51输给了一个完全没有从过政的新手所以非常奇葩，他想当总理，结果连自己的选区都过不去所以这是等于是对保守党是2大挫败，一个是整个全国选举这个输掉，第二呢，自己的候选人连自己的选区都选不上，所以呢，这就是存在3个为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今天我跟网红朋友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哈。好，那么我就说了2个党的候选人的怎么背景另外的这个叫做波利耶夫勒呢，他是一个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太多自己政策主张的一个老牌政治人物 ，OK， 他就是没有卡尼的那么强的专业背景那么好的一个名声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只是一部分原因，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谁都知道，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川普。那这里就存在一个巨大的为什么是因为川普。首先我就说2个民调，大家可以知道了在选举之后呢，马上加拿大的媒体出去做民调，给了2个数字，我觉得非常 make sense。一个是对这个 Gen Z 的民调 ，Gen Z 最关心的是什么？什么叫 Gen Z？ 就是 Generation Z， 什么意思呢？就是1997年出生到2012年的就是28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42%的人说是住房和生活成本。你再换一个人群哈 ，Baby Boomer 叫做婴儿潮。婴儿潮这就只是现在60岁到就1946年哈，二战结束之后到1964年，这差不多20年间，今天是60岁到80岁的老年人，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第一，43%关心的是川普跟加美关系，为什么？啊，这两个人群关心的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加拿大现在的一个现实。加拿大是一个全面福利的国家。它全面福利的国家带来的就是什么叫全面福利？加拿大大家知道什么福利啊？这个叫做全民健保啊，这个退休福利，然后这个新移民的福利，劳工福利，这个住房福利、穷人福利，总是很多福利。那么多的福利带来的就是什么？对不对？交税，钱从哪里来？羊毛出在谁身上？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所以呢，有的人呐，这个一个典型的人，联邦税加省税加在一起，税数54%。这个高不高？我们很多美国的观众就知道哈，如果你交税100块钱交走54块钱，你什么感觉？在美国交到30几块钱，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如果交到54块钱，那什么感觉？这就是很多加拿大人面临的情况。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老年人过得很好，他已经退休了，他已经有房子，结果老年人很好的养老保险，有很好的政府待遇啊，等于是拿到跟上班拿的差不多的钱哈。然后老年人还有很多的 discount， 当然是不是跟上班拿的差不多的钱，我还不能这么说，我觉得我要保守一点，但是起码我们知道哈，这个老年人的政府待遇、保险还有很多的 discount， 老年人的各种福利哈都很好。那年轻人上班缴税就等于是在养这帮人，他们就希望，所以这就是 baby boomer 哈，叫做婴儿潮时代、婴儿潮世代，就希望能保持现状。包括保持依赖美国的现状，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还是外交等等之类的，不要变啊！而年轻人受不了，年轻人穷啊，因为年轻人没有房子，交税那么多，他买不起房子，工作呢也不多哈，因为在福利国家之下呢，这个经济其实不是那么活跃的，他要交税养老人，老人本来什么都有了，还要被养。那么，所以呢，很多年轻人非常不喜欢自由党10几年来的政策哈，这种高福利，包括对新移民的高福利的政策，他们非常不认同。那么结果照道理哈，就是自由党会输掉，但是因为川普跑来，导致这个 baby boomer 的意见大幅变化。大家看到 baby boomer 的第一在乎的事情是川普跟美加关系，因为他们的投票转了，所以选盘就翻覆过来。好，你要问说跟川普什么关系？选前川普干了什么啊？在选前大家都知道，川普就说加拿大在占我们美国的便宜啊，那么跟我们美国做贸易，20%的加拿大的经济体量，20%的 GDP 是出口到美国的。OK， 这里头有5%是这个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加拿大GDP 的50%来自于美国的贸易顺差。另外呢，这个关于这个军事上，加拿大不用花钱去保卫自己的国家，整个美军就把它顺带保卫掉了啊。所以呢，川普认为在各方面呢，加拿大在各方面哈，加拿大都是美国第51个州，所以加拿大这个2个月前，这个川普就说，加拿大你干嘛不成为我的51个州啊？但这话一说出来，就激发了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自豪感啊。所以呢，自由党就带头高调反击，说无法接受。那保守党呢也无可奈何，对不对？因为他觉得他如果说他要接受的话，那这个就等于是叫做什么政治自杀一样。所以呢，这个保守党呢也表示无法接受，但自由党就是反击的更强，而且他主政嘛，他的声音就更强。结果民调就出现逆转。这个时候你知道川普干嘛吗？他不断的重复，加拿大这51个州，这个土豆州长，这个不断的说这些话啊。所以记者问他说，刚刚在前2天哈，这个大西洋月刊就问他，大西洋月刊说实话是一个比较左派的一个媒体哈，川普自己也主动跑去，然后他就说，记者问他说你到底要干嘛？你还要说51个州吗？他说对呀，我还是要说啊。他说你是不是在开玩笑？他说我没有开玩笑然后呢，他在选举当天，他在他的Truth Social上说，他说我希望伟大的加拿大人民可以选出一个可以成为51个让加拿大成为51个州的候选人。这我天哪！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2党候选人哈，没有一个是支持他51个州的，别说2党了，4个党候选人都没有一个，整个政治盘面都没有半个。可是他在选举前还要说，希望选出一个可以支持51个州的候选人，所以纯粹就在刺激加拿大人投票给卡尼投票给卡尼自由党，因为卡尼是带头反对51个州的。
所以一个历史学家叫罗伯特·博斯维尔，他在选举之后评论说，自由党应该付钱给川普，因为川普就让保守党从迎面就垮掉了。所以大家还是回到前面的问题，川普到底要干嘛啊？OK， 我说一下川普，我认为川普在干嘛？他心里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是昏了头吗？一点都没有哈。川普他在他眼里看来在经济、军事、贸易上，加拿大完全就是已经是美国的其中的一个州了。但是呢，在政治归属上当然不是，对不对？所以这叫名不符实。怎么个要名实相符呢？要么你就是做一个国家好了，我们不给你特殊待遇，我们对你树立关税，我们公平待遇、公平交易，消除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加拿大的贸易顺差，同时所有历史上我给你的好处跟方便我都不给了，你也要自己保卫自己。你是个国家嘛，对不对？你就要名实相符。OK， 好，那这样会怎么样呢？这么做的话，加拿大经济就会进入衰退。为什么？我刚才讲了，20%的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为美国生产的。如果美国树立关税，那加拿大怎么办？20%的经济我在讲。所以呢，而且加拿大有这么高的福利，全面的福利大家知道，这绝对是拖垮加拿大经济的。庞大的福利政策是自由经济的死敌我说这句话在全世界经济圈也没有共识，但是我只能跟你说，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OK， 那所有的美国建国先父当初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就这么看的联邦政府是不可以搞福利的。现在没有联邦政府不搞福利，那加拿大的福利做得非常彻底。所以呢，以这样强的这个福利，再加上美国跟他不叫脱钩吧，跟他正常国家化这个对待的话，加拿大经济就会进入慢性死亡。其实你没有美国的这个好处，也会慢性死亡，因为福利政策就是会拖垮政府的因为他依靠美国，所以显不出来。川普把这个依靠要拿掉，让这个问题让这个加拿大经济的真相要显露出来。那与此同时呢，如果美国持续的减税、减规、能源开发，大家知道川普还想把这个企业的所得税从21%减到15%。他在第一届是从28%减到21%，再从21%如果再减到15%的话，我跟你讲，全世界的企业都会涌过来，不需要关税强也会涌过来。所以呢，美国的经济一定起来，除非有什么黑天鹅事件像疫情这样的事情，否则美国的经济是一定起来，100%起来。加拿大的经济是一定跌掉当加拿大的生活变得不好的时候。看到旁边的南边的邻居生活那么好的时候，蒸蒸日上的时候，加拿大的人民就会改主意。Maybe it's not that bad idea, to become 51 state after all. 就也许那个时候他会想说，也许我们加盟美国也不是个坏主意那个时候就会对那个时候的政府不满了当然这讲的都是将来，现在是不现实的，对不对？所以呢，那现在川普要做什么呢？他要因为他不想让保守派赢得选举。因为他要收拾加拿大，他要打加拿大。加拿大保守派执政的话，就等于在同室操戈，打自己人。他希望自由党可以上台，他可以放手示威，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川普基本上是要把加拿大，就是怎么讲呢？把它用公平贸易不给好处的方法，让加拿大进入一个衰弱的状态，然后他再用这个叫做休克疗法再把它唤醒。最终是让加拿大能够心甘情愿地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因为川普无论他要格陵兰岛，要加拿大，他都不会出兵的他不是用武的人，因为川普是个商人所以呢，所以这就是川普这么做的原因他是有意让加拿大赢，真的他要有意让这个保守党输。但说起来，保守党是个什么样的党呢？其实加拿大的这个政治有几个板块。其实加拿大的据说这是我所了解，我相信也是真的，因为我的网红朋友跟我讲说加拿大的网红朋友他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保守党加拿大两个党嘛，自由党、保守党，保守党只等于今天美国民主党的中间派。它并不是美国这边的保守党一样的，而真正等于美国目前的共和党这边的加拿大党呢，只是西部的草原3省，他们是保守党，但是呢，他们整个的选票只在整个联邦议会中占18%，20%都不到。OK，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加拿大的保守党也未必是那么保守。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川普呢，他不希望加拿大是保守党执政，希望是一个不断批评他的，所以他就好做起事情来，就说不用顾情面吧，不用顾面子，就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如果我说的是真的话，你同不同意我说的话？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啊，大家可以留言表示你的观点。你同意我的分析吗？我有个网红朋友就跟我说，川普到底想干嘛？他要做的事情不够吗？很多事都做不完，为什么要动加拿大这件事情？这种事情都是没谱的事儿，远远在未来的事，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的看法是这个，它是个好问题啊，说得非常好。我觉得川普在1980年代就想当总统，40年来他想了要做的事情可能有40件，从来没有机会，剩下这4年是他唯一的机会，所以他不会放过的啊，所以他就会同时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同时做。那你说起来，你说加拿大这件事很重要吗？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真正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川普心里的想法。也许我说完之后，你觉得这个方伟说太离谱啊。我跟大家讲当初康熙就是收回一个小小的台湾弹丸之地，对不对？那就千古留名。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念念不忘要把台湾收回来，他就想在历史上留一笔。如果川普执政的过程中让美加合并，美国版图扩大100%以上的话，大家知道当初这个美国买下新路易斯安那州和买下阿拉斯加州，那都是千古留名。对美国当然美国还没有千古才1/4个这个千古。那么这都是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如果川普能让美国扩大1倍版图以上，那他是什么感觉？所以呢，我们一般人觉得这件事不靠谱你忙这个没谱的事干什么？对于川普来说，他的心要比我们大很多，他的眼光大很多，所以他会看重这个事情。在他还能做的时候，他一定要做。这里头就涉及到川普要连任第3届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中共把川普要连任第3届这么一个根本就是基本上没什么靠谱的事儿因为在宪法上过不去嘛，拼命去宣传说川普跟习近平一样要终身连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他确实想连任第3届，确实想。如果有可能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4年之内做不完加拿大这件事情。如果再给他4年，他大概就能做得完。他认为他就可以做得完。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如果我说的这些分析是对的话，大家看到川普是不是很有意思？这个人这个人真的是，你看他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激起叫做非议的但是川普这个人呢，是毁誉不在心真的是用一句中国古话说，虽千万人吾往矣他是不计人家的看法的所以川普这样的人真的是我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在人类历史上，他不是超级英雄，一个人扭转乾坤，他就是个悲剧英雄，最后弄到自己什么都没有，因为他4面出击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人。他为了美国的伟大，他可以毫无顾忌，什么都敢做，什么风险都敢冒惹出什么样的毁誉他都不在乎。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昨天加拿大选举日的时候发长文，力保加拿大人对他保持反感，以便让卡尼当选，他可以放手施为。好吧，2个问题给大家第一，你同不同意我的分析？第二呢，你怎么看待川普的这个做法跟风格？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做一个评论，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看，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川普的这个做法。第二个就讲这个川普的执政100日所以我把它叫做川普兵行显露，前无古人的执政100天。OK， 这个兵行显露的最后一个就是刚才前面说的这个加拿大，他甚至不怕整个加拿大人骂他的这个风险，在选举日要 make sure 加拿大人不喜欢他，让卡尼可以当选。好，那么怎么评价他的执政100天呢？大家知道执政100天，川普的动作非常之快100天内签了超过140项行政命令，这是一个媒体的统计我觉得其实根本不止，说不定200多项，多个方面迅速推进多项的政策议程。当然这里头我要详细说的话说个没完我觉得没必要，我就说这2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川普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是边境，一个是经济。那边境在川普执政之下呢，这个非法移民越境的这个幅度减少了99.几，几乎减少到快没有。在经济方面呢一个是美国的通货膨胀从12月份的3%下降到现在2.4%，鸡蛋的价格呢减少50%。所有在美国的观众都会知道，你的房屋贷款和你的这个汽油价格都在下降那么同时呢，他为美国招商引资那么引入了大概1个月前他说引入了7万亿美元，那么现在可能到8万亿、9万亿了。为什么？因为昨天 IBM 刚刚宣布说美国将在美国投资1500个亿所以呢，就像一个发展中国家那种招商引资现在美国川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叫这个莱维特嘛，昨天把川普叫做 Business in Chief，
川普是美国的生意总司令，现在美国有个生意总司令，当然就不用说这个川普为这个事情所做的这个联邦政府持续减规减税的这个动作哈，以及说他将来会把这个企业所得税再往下降啊，这个动作。当然了，其他方面我们也稍微提一提，在贸易方面呢，那川普为了这些事情啊，他什么都做哈，什么都敢做。下面一列事情都非常 controversial 哈。在贸易方面，川普启动万国关税，现在万国关税 settle down 是每个国家都要给美国10%，但是没有人抱怨。大家想想看，没有人抱怨。一开始这么做，肯定很多人抱怨。他祭出对等关税之后，再回到万国关税10%基准关税，没有人抱怨。现在印度呢、以色列都表示要签订对美国有利的贸易协定，这是今天的消息哈。另外呢，启动美中关税战啊，全面开战，那等于是和中美之间形成了一个贸易禁运呢。另外在外交方面，在俄乌和谈上哈，那么川普一直在做到今天还没有结果，所以很多人是心存疑虑啊。我还是对这个事情是保持乐观的，现在就是山穷水复疑无路那个状态哈，看转身会不会有柳暗花明。那么以及在以哈战争中帮助以色列哈，清楚帮助以色列站边以色列，帮助以色列取胜，打败哈马斯。另外呢，对伊朗是以战压和啊，逼着伊朗这个撤销核武器，你如果不做的话，我就打你，我就把你打没，你要不要谈判？所以伊朗现在乖乖的跟美国在这个叫做中东在谈判。另外对伊朗下面的一支民兵哈，叫胡塞武装，那是猛烈打击，毫不客气哈。那另外呢，川普还要开启美朝谈判，跟朝鲜再次谈判哦，所以等于是四面出击啊。所以呢，在教育方面，川普针对美国的高校，特别是常春藤，跟常春藤高校开战啊，同时肃清美国的政府、美国军队和美国大学里头的 DEI 文化。另外呢，对于他的政敌也是启动调查，这方面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动作还是蛮清楚的。比如说，对于这个靠近左派的法律事务所，对于这个以不实新闻报道川普的媒体啊，启动法律诉讼案，巨额的赔偿的法律诉讼案、诽谤案，同时呢，在白宫记者会的权利从白宫记者团手里夺回来。另外，包括这个在纽约起诉川普的纽约州的这个检察官 Letitia James， 现在在联邦司法部的叫追查之下，现在也是深陷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诉讼、法律麻烦。再下面就是精兵简政哈，那么启动马斯克的 Doge， 给美国政府砍掉1600亿美元，在前2个月的时间内哈，动了无数利益团体的奶酪。这是川普做的事情，所以呢，我给他总结一下哈，川普执政叫做四面出击，多线并进，不畏毁誉。那不畏毁誉怎么讲呢？这个美国有一个民间组织，一个右派的叫 Media Research Center 哈 MRC， 他呢就昨天发布报告说，在川普第2任期的头100天中，美国3大广播电视公司 ABC、NBC、CBS， 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对川普的报道是92%是负面的。比川普第1届还要糟糕。而在拜登的头100天呢，3大电视台对拜登是59%是正面的，现在是对川普92%是负面的，所以区别对待非常不同哈。而现在川普的民调哈，执政100天综合民调，截止到现在为止，我刚刚算出来的哈，我当然是要这个人工智能算出来的。现在民调呢，认同川普政策是42%，反对他的是56%。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42%有多低，或者说有多不低。川普这前100天真的是动作迅猛，兵行险路，完全是得罪人的100天。而且川普往下走还要继续做得罪人的前2年，就跟里根的前2年一样。里根前2年的民调也很糟糕啊，因为他要这个把通货膨胀打下去，他就要不断提高利率。里根有很多的政策，还有这些是减税减规，很多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所以呢，川普在动作这么猛，谁都不怕得罪的前100天做下来，还有42%的支持率，已经是很不错了。这真的是我对美国，我在美国报道美国了20年哈，我在美国待了30多年，以我的了解哈和印象，42%的民调是相当不错，因为他没有讨任何人欢心，他甚至是得罪四面八方，做到现在已经是很不错了。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要第3任期哈，川普要第3任期，他真的想要，说实话哈，我看得出来真的想要第3任期，在宪法上非常困难，但他真的很想要，为什么呢？就是一种壮志未酬的感觉，因为他这些浩大的工程哈，4年之内不一定搞得定哦，他需要8年才能搞得定，这是为什么他要第3任期，而不是想当独裁者
而不是像在美国搞专制。川普非常尊重美国宪法的定下来的一切体制，大家这么多年应该看得出来哈。别跟他嘴巴讲得很厉害，他手头从来不违法，包括4年前被人做掉，选举被人做掉之后，他也没有违法，他手里有权利哦，他没有违法哦，这就是川普的一个特点。好吧，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哈，是不是这方面同不同意我的看法吧？这是我的看法哈，我觉得没有媒体这么分析的，但是我认为是这样。好，下面给大家讲讲这个川普刚刚让墨西哥总统弯腰啊，达成了一个叫做墨西哥跟德州之间的一个水资源的协议啊。在说这个之前呢，给大家一个温馨提醒哈，蓝莓优品呢现在推出母亲节的特别活动啊，这是一个温暖的活动。再说一下蓝莓优品，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哈？这个商城的特点是您所信任的大 V 所信任的商品、所信任的产品哈。所以呢，他要做的这一点，首先呢就是说大 V 自己要用啊，觉得好我们才会推荐给我们的朋友。所以这上面产品呢，我这个方伟都有用哈，不是全有用哈，大多数都有用，或者我起码确认有人用了好，我才会用的。所以呢，现在这个时候呢，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哈，你东看看西看看，搞不好我没有提到的，但是你喜欢的产品那边有。现在在母亲节呢是4月25号到5月26号1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用爱来呵护妈妈，你总得表示一下，对不对？你怎么表示啊？你动脑筋总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蓝莓优品帮你想好了，很多粉丝就购买我们给你的 package， 像这个叫做我们的新品叫红海参的修复饮哈，味道很好，又营养健康，又方便携带，非常适合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哈。这是韩国济州岛的海底的自然的这个红参，让她能感受到您的用心，好吧？所以快来选购，给妈妈送上一份满满的爱，然后又不用伤脑筋哈。好的，那这个有这些朋友反馈说，怎么上新的这么慢哈？因为蓝莓优品每一款产品我们都是仔细把控品质哈，亲自试用才推荐给大家的，所以呢，他们对品质的要求很高，新品上架的时间才会比较长啊，只是为了给您最好的体验，又不要让大 V 失望。好，那下面的组合很快说一下哈，叫做面膜哈，面膜德莫罗拉面膜，这个叫做4盒套装，低至这个叫53折。那买红海参和蜂蜜的红参片的套装，送阿里山的乌龙茶，还有染发的套装的优惠啊，欢迎大家选购。下面就有了啊，这个不会的这个网购的观众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哈，800-880-5697，我们的客户帮您轻松下单。好，那就节目完了之后可以来一下哈。我们说一下这个川普跟这墨西哥的一个关于水的一个争议怎么回事呢？川普早些时候一上任就指控墨西哥违反了1944年的一个叫做水条约啊 （Water Pact）。为什么呢？美国向墨西哥提供科罗拉多河150万英亩150万这个叫做英尺的这个水哈，来换取墨西哥每5年从它叫做格兰德河对 Grand River 输送170万这个英尺的这个水哈给美国。那么格兰河就是格兰德河这就是位于美墨边境，就是那个边境河啊。但是墨西哥没有履行承诺，长期拖欠美国的水没有人在乎没有美国的总统在乎。但川普上任之后就说，你墨西哥偷走我们的水，但是却不还给我们说你如果不履行当初我们的承诺的话，我们将对你竖起更多的关税。结果呢，墨西哥昨天跟美国达成协议将立即调送格兰德河的河水给德州，并且将在即将到来的雨季期间进一步调水。墨西哥的外交部就强调说，墨西哥坚定希望继续履行在1944年条约下的承诺，这对国家北部边境的发展大有裨益。美国的农业部长叫罗林斯的就说，如果没有川普总统对我们农民的支持，以及他为了追究我们的贸易活动的责任所做的努力，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所以这就是川普给美国农民做的一件事另外呢，川普要做的另外一个变化，就知情人士现在透露说，预计川普总统将减轻汽车关税的影响，那防止呢对外国产的汽车征收的关税叫叠床架屋，因为他已经收了钢铝关税了，汽车是钢铝做的，那么钢铝收25%，然后再加汽车进口25%嘛，那人家受不了了所以呢，这是一方面，把它就是不要加2重关税，就加1重。第二呢是降低美国造的汽车有些零件是外国的把那些关税免掉所以呢这样做的话是帮助而且呢说已经交的关税已经交重的关税退税
美国政府要退税。所以呢，这些个动作就这样哈，这些动作让汽车制造商就很高兴啊，就福特跟通用的总裁都热情表达了对川普的感谢。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呢，几乎每天都在跟川普保持沟通啊，然后呢，在川普了解他们情况之后，就做了这么一个承诺。那所以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坦尼克就说，川普总统正在和国内汽车制造商和美国工人建立重要的伙伴关系。他这项协议呢，将是总统贸易政策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他奖励了已经在国内生产的企业啊，就说你们的零件虽然是外国的，但是给你一个豁免啊，因为你已经在这边生产了嘛。同时为那些表示将致力于投资美国和扩大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制造商提供平台。他这个动作的实质是什么哈？实质就是为汽车制造商把零件供应链也搬回美国提供时间，就不要把你逼死哈。所以呢，等你全部搬回来之后，他零件还是要收税的。OK， 所以这个动作呢，对美国制造商起到一个重大的一个帮忙的作用啊，也减轻它的关税带来的一个阻力。下面一条新闻呢，就是川普签署行政令，也是今天哈，要求公开庇护地区的名单。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很多城市哈，民主党主政的城市跟州都是宣称自己是庇护城市或者庇护州。那现在成为川普很多政策，特别是驱逐非法移民这个承诺的政策面临的主要的障碍。因为大多数移民其实都聚集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这些大城市哈。如果当地警方执行他的庇护州、庇护城市的当地法律的话呢，他们就得拒绝协助联邦政府。那联邦政府逮捕非法移民就会更加困难。那为了加强执法和追究他们的责任，大家知道哈，美国宪法规定啊，州法、城市法跟联邦法出现冲突的话，非常简单，联邦法说了算啊。只是以前有冲突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庇护州说白了就是抵抗联邦法的，只是美国历届的总统都没有管这个事儿，所以宪法、联邦法是大于地方法的，但是你执不执行是另外一回事儿。就像美国的这个大麻在联邦是一类毒品啊，但在很多州都已经是合法了，联邦是可以禁止他们的，但他没有做，他选择不做而已，但他是可以做的。所以在庇护城市这件事情上呢，川普就说了哈，28号就昨天签订一个行政令，说我的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要在1个月之内确定哪些是美国的庇护城市、庇护州，并且公布出来，把他们指定成庇护管辖区，我们要做特殊的一个管辖。怎么管辖呢？就是说如果上述的庇护州和庇护城市拒绝改变他们的做法、他们的法律的话呢，我们将切断给他们的联邦资金，并且让他们面临可能的刑事跟民事诉讼。白宫新闻秘书卡维特呢，叫做莱维特呢，就是在昨天哈，在边境主管跟汤姆·侯曼一起举行的简报会上就说，很简单，遵守法律，尊重法律。当联邦的移民官哈和执法官员只是在消除我们国家社区的公共安全威胁的时候，他就是移除非法移民哈，你不要挡他们路哦，你挡他们路，我们会追究你的责任的。那其实他们后面一再说了哈，地方警察、地方官员如果阻挡他的话，我会抓你们进监狱的。他最近啊，在亚利桑那州一个退休的法官在家里藏着一个非法移民，还有另外一个是我可能不太记得了哈，是 Michigan 的吧？是不是一个现任法官，一个叫做地方现任法官，两个人都被抓了，被铐走啊。虽然你是法官，也把你铐走，因为你违反了联邦移民法，就可以铐走你。所以这个 Homan 是不跟他客气的，这也是美国现在发生的事儿哈。最后一条新闻呢，我既想报又不想报，为什么呢？这条新闻的标题叫做马斯克淡出政府，布局中期选举。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川普上任100天之际呢，马斯克将退出 Doge。然后呢，路透 Reuters 28号报道，马斯克此举在于要叫做着眼于中期选举，以共和党超级政治捐款人的身份为这场明年的选举奠定基础。消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消息来自于4位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说法。哎呀，我看到这儿我就说算了，我不跟大家说了，我别又帮着人家忽悠大家哈。你做个报道，你4个人个个都是匿名人士，我就正儿八经给你报出去，让信任我的观众信任你这些没来由的消息。所以我就跟大家报一下，我就跟大家说这个意思啊。现在很多的所谓的主流媒体都是干这样的事情，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匿名的，他要去匿名。那一个可能性，他就没有这些人存在，他就编出一套说法正儿八经的装作新闻的方式灌给大家。
你包括这个报道，我觉得《自由时报》就拿去报了哈。我为什么看到这个东西？因为自由时报看到了。我现在对这样的新闻我都充满疑虑的。大家知道，美国的媒体哈，在过去100多年来建立非常强大的信誉，所以外国媒体照本宣科，你报什么一定是真的，我就原样翻译过来，就成为新闻，海外的新闻。但是我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内部、美国腹部、美国心脏的一个媒体人，我做了20年媒体，我告诉大家 ，that's not the case。如果你还一直在看美国的主流的或者过去主流的新闻媒体啊，看了什么相信什么的话，我就给你嘱咐一句话哈，特别是这个外国的这个观众朋友 ，no longer the case。美国的主流媒体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可信度只有16%，跌到16%，还在往下降。美国人都不相信了，你去相信，这 don't be a fool， 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呢，我现在不是说指控路透社这个报道不对哈，我说的是他这么一件事情，引述4个没有名没有姓，不知道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的人，我没法报给大家听 ，I cannot trust it as a journalist myself。所以呢，我就话就说一半啊，就停下来。当然了，我想表达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看待叫做传统的美国的主流媒体，他的消息应该怎么看待？这怎么回事哈？当然了，您什么看法，也可以欢迎您表达不同观点，好吗？我这个平台是欢迎大家不同意见上来的。好，那今天就说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那就是说下去之后哈，母亲节到了，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给母亲订一个礼物，好不好？就在蓝莓优品。好的，那这样咯，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拜拜。